要化被动为主动，维护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子敬啊，你们一定要清楚，目前我们要抓的重点就是尽快把这个案子依法办掉，平息广大死难者家属的愤怒情绪。现在社会上都知道是放火，纷纷要求严惩凶手，所以你们检察院这块一定要特事特办，对放火犯罪分子尽快起诉。王省长，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带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在法律规定的最短时间内，对涉嫌放火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老书记，我是您领导教育出来的一名正派的国家干部。今天我出于极大的义愤，冒着很大的风险，向您和人大举报我市城管委主任周秀丽违法批准苏阿福大改门面房的严重渎职问题。众所周知，大富豪娱乐城门前的违章门面房严重影响了5月13日的火灾救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王省长，渎职犯罪这一块问题也比较大，侦查难度也比较大。意料之中的事。子敬啊，我相信一定会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王省长，我们动作很迅速，可还是出现了串供、涂改、假造证据的现象。这样，对涂改证据、弄虚作假、抗拒查处的，可以考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重处理。不过有一点，子敬我要提醒你一下，可能你心里也有数，就是咱们常山干部队伍的情况呢比较复杂，历史上有些恩恩怨怨，所以你这个检察长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带着主观情绪去办案，更不能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一定要就事论事。王省长，请您放心，如果您和省委哪天发现我叶子京背离党纪国法，另搞一套，您就把我换下来，我不会有什么怨言。这一点请您放心，真的。子敬啊，你言重了，我不过是给你提个醒罢了。据我所知，为改这片门面房，苏阿福向周秀丽行贿4万，周秀丽受贿后才出面向钟楼区城管委原主任严子清和现任主任汤文林打了招呼，要求钟楼区城管委在适当收取占道费后，给苏阿福批办临建手续。一场大祸因此酿下了。陈主任，小赵，给你看看。子敬啊，我绝对不会误会，你给老陈带个话，让他千万不要这么激动。常山出了这么大的事，仅仅是我跟唐朝阳难堪吗？他老陈就不难堪？他以前是市委书记，现在是市人大主任，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就承认我有领导责任嘛。这几天我见了谁都检讨。王省长，你怎么把我当做陈主任的代表了？太奇怪了。做到代表有什么不好啊？来，我就请你做一回代表啊。你看，这2组茶叶，这是上个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访问的时候送的，我可一直给老陈留着的。你帮我送给他，让他一定注意身体，少为一些无聊的小事生闷气。王省长，对不起，我来晚了。如果揭发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周秀丽在这场火灾当中就犯有渎职罪。不就是封匿名信吗？是真是假，谁知道呢？虽然是封匿名信，可你看，这个人好像对城管委很熟悉，而且他揭发的事情有时间、有地点，涉及到的人有名有姓，而且受贿金额也有4万。要不还是把信转给市纪委？这样，这场火灾案是检察院在受理，让叶子京来下。郑刘同志，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又盯上陈小木了呢？陈小木到底什么问题？你们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啊？传得一塌糊涂，难怪人老陈对你们公安局意见这么大。王省长，
陈小木真有违法问题，他在复兴路开个饭店，欺行霸市，而且还发生打人事件，受害人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不抓不行啊！不就是打架斗殴吗？已经拘留了几天了，是吧？行了，赶紧放掉。王镇长，这恐怕不行吧？人家受害人也不会答应。再说，陈小木的事件，叶检也知道。我得实话实说，搞不好得起诉。起诉？怎么移送检察院立案起诉？子敬，你们检察院真的要起诉？那老陈会怎么想？你又怎么去面对老陈？王省长，这个案子公安局还没有移送到我们检察院。那就不要移送了嘛。这样，你们公安局做做工作，啊，让陈小木多赔一点钱，让受害者不要再告了。哎，小木这孩子，我清楚，他可一直让老陈头疼的要命，好不好？啊？好吧，王省长，我们尽量做工作吧。那今天就这样。好，子敬啊，我可是再提醒你一下，严重危害安全的犯罪分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不能容忍的，所以对涉嫌放火的扎铁柱和周培成，要尽快起诉。如果证据确凿，叫早杀、快杀、公开杀。王省长，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重证据，不放走一个，不错判一个。郑流，你留一下，王晓峰的事儿，咱俩再扯一扯。好了，那晚你出去，我爸是追你去的，肯定是这样。傻孩子，胡说什么呀？你说你爸连死的心都有，让公安局知道了会怎么想？你还想不想让不让你爸活了？这是王省长让我带给你的茶叶。哎，记得大火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我说这大火一烧啊，烧得有些人日子就不好过。现在看，不幸严重了。老书记，你这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常山的队伍不能乱，更不能打内战。王省长，这我得解释一下，我真不是打什么内战。在此之前，王晓峰倒卖赃车、收受贿赂，我一无所知。抓陈小木，我也向市委唐书记请示过的。唐朝阳就同意让你抓了啊？他没有表示反对，他的意思好像是表示支持。行了，郑流，你就别再给唐朝阳和市委添乱了。老陈那是不能碰的。王省长，城管委周秀丽主任已经到了，请他进来吧。好，王长工要亲自过问，放小木一马。这当然好，但我不能这么徇私。陈小木打架事件，如果真应该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就正常起诉，我绝不干预。这是你的真心话？当然是真心话。这茶叶，还不错。来，咱们喝点长工省长送来的茶叶啊，说点长工省长关心的事儿。我呢，反正是坚持原则，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共产党人襟怀坦白。老书记，你就不要跟我打哑谜了，叫我来究竟干什么？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情况？你还问我呢？你是干什么的？啊，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那些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你是检察长。来，还是先说说你那儿的情况吧。怎么？听说要对扎铁柱和周培成要杀掉，要快杀、早杀、公开的杀。这王长工怎么就这么着急呀？啊？案子最后怎么判，
那是法院的事，还没到那一步呢。子敬啊，我提醒你，你这个检察长，那是市委提名，省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所以你必须要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不是我多疑啊，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想借这2个人的脑袋去保住另外一些人的脑袋，所以我说，放火案得查，渎职案也得查，都得查，都得查清楚。老书记，您的指示和长工同志的指示并不矛盾。子敬，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耍滑头啊？不是没有矛盾，是有矛盾。我就不同意什么就事论事，什么常山干部队伍复杂，复杂在哪儿？完全是一种托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你们在办案的时候网开一面。你承认不承认有这个意思啊？那我请问，你家小木的事情，是不是有一种交换色彩呢？所以我说长工省长办事老道啊，你看，有表态，有做指示，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很顾全大局。相比之下呢，我陈汉杰就不是这样，这感情冲动，打横炮，给省委市委出难题。子敬，说实话，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有什么感觉无关紧要。不过在这种时候，我们总是要冷静客观。我们任何一个人，谁都不能有感情色彩和倾向性，否则渎职案的查处就不那么有力了，可能会给一些同志造成错误的印象，好像我们不是在依法办案，而是在进行一番什么的人事斗争，这就不好了嘛，对吧？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外面有个相好的男人，就是那个姓陈的。你瞧不起我爸，嫌我爸土，嫌我爸穷，尤其是去年矿上破产以后，你做梦都想和我爸离婚。行了，别再说了。妈的事不用你管。你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我爸的事我要管，你必须说清楚。子敬，你错了，我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只是这场大火烧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而那些混蛋，那些渎职的混蛋想混过去，不行，绝对不行。所以我想跟你说，你别急，他们急你也别急，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得有质量，把它办成铁案。我倒要看看这案子的后面到底有什么名堂，我敢肯定这后面一定有名堂。要不这么多违章建筑就建在街面上，苏阿福不给我们的干部送钱能行啊？就没人管？我不信。老书记，你可能不知道，苏阿福已经被烧死了。苏阿福被烧死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是有什么名堂？现在不好判断。当天晚上，当我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有人为了杀苏阿福才放的这把火。现在看起来不像。不管扎铁柱是不是故意放火，这起火的直接原因是烧电焊引起的，而扎铁柱跟方舟装潢公司的那些工人们，他们除了报复情绪，不可能跟哪些官员的渎职受贿有联系，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够不上那些官员。那会不会扎铁柱和工人的情绪被一些人利用了呢？这点我们也注意到了，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种线索和迹象。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咱们假设苏阿福没死，这是您的假设呢，还是？当然是我的假设。咱们不妨就用这种假设去查一查。怎么，你们都知道苏阿福死了？这个密到底没保住啊！说吧，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关心苏阿福？是不是真收了他的黑钱了？别人我不知道，我绝没收苏阿福的黑钱。那就把心思用到工作上，少管苏阿福的死活。可是我不知道中卢区城管干部收了没有啊？城管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
如果万一他们收了苏阿福的黑钱，这麻烦可就大了。你还知道麻烦大了啊？周秀丽啊，你这个城管委主任是怎么当的？啊？你今天竟然还敢来见我？哎，好，那你说，找我什么意思？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就是想来送送你。这么说，苏阿福是真死了？是的，老书记，您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对呀，苏阿福这一死，这渎职案就不太好办了。这还用说吗？5月14日，我们就根据有关的线索采取行动，不过办得不太顺利。涉嫌者一推625，好像他们已经知道苏阿福死了。江正流知道的事，还保得了密？知情者早就知道了。话不能这么说，郑流同志不至于这么做。西安，就算是苏阿福死了，这个渎职案也不是查不下去，只不过是困难大点，非得周折。我给你看样东西。我收到一封揭发信，这信上揭发苏阿福送了周秀丽4万块钱，违章建筑就是周秀丽批的。举报周秀丽，那怎么没有签名呢？是封匿名信，不过看来这个人呢，对城管委很熟悉，像是个知情者。王省长，真对不起，给人惹了这么大的麻烦。算了，秀丽，别说了，你好自为之吧。好在您在处理这个事件，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我来处理事故又怎么了？你又说错了。我来处理事故就敢违反原则吗？你别忘了，现在常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是你那位老同学叶子京，汤文林是他抓的。王省长，我正准备跟您汇报这件事儿呢。汤文林的事儿，汤局长通过我找过叶子京，这次子京表现不错，没一口回绝。我想，有汤局长和您的面子，检察院这会儿不会抓住我们城管不放。当然了，我们市城管委要负相应的领导责任，这一点我还有。秀丽，你别打着我的面子，我没这么大面子。你不是不知道，叶子京是陈汉杰提拔起来的干部，陈汉杰心态又那么不平和，你的麻烦会小吗？我劝你清醒一点，别整天打着我这杆破旗了，还是往陈汉杰同志那里表表忠心吧。王省长，您这叫什么话？这封举报信呢，你拿回去和同志们研究研究啊。当然，周秀丽没问题最好，但是如果查出有问题呢，要是查出点什么来呢？好吧，那我先想想办法，找找这个匿名举报人吧。子京，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为难？不为难，为难什么呀？依法办事就是了。是，我知道，这种案子有困难，有阻碍，这是肯定的。你想想，苏阿福一死，大火案背后的渎职问题就不那么好查了。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大火案调查最为棘手的。苏阿福死了，在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就有人常提起大富豪，也是因为乱盖违章建筑，闹得满城风雨的。可是，不管多少人发现问题，那些违章建筑就是拆除不了。后来有人打电话给我，老书记啊，你是不是亲自过问了？是，过问了。你过问后，那些违章建筑就立即被拆除了。可是后来我听说，
周秀丽为这事找到了长工同志，从此你跟长工的关系就恶化了，隔阂越来越深。对。我来送送你不行吗？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怕心里肮脏的人胡言乱语吗？我不怕。对，我们是在江城一起插过队，有过一段恋爱经历，那又怎么了？那不过是一个人的一段历史罢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秀丽啊，这问题是，后来我到常山市做了市长，你在我的手下做了城管委主任。可是王省长，你也别忘了，城管委主任是陈汉杰提的。您调常山来当市长之前，我已经是了。倒是如果我不是这些年跟着您干大事儿、干实事儿，也许我还不会得罪陈汉杰。所以，请王省长别这样想问题。老书记，您别介意啊。今天既然把话说开了，您就让我把话说明白。说。您不该是因为大火案联想到别的吧？子敬，你怎么也这么看呢？我能不这么想吗？你想，你周秀丽做了这个城管委主任，城管委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必须这么想，你也得这么想。遇事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5月13号晚上火灾现场啊，我一看心里就咯噔的一下。消防车进不去，就是因为那片违章门脸房，路边的地方归城管委管，最后，还不知把谁给套进去呢。王省长，这么说，拘唐文林只是一个开始。你以为这是结束吗？以我的经验告诉我，这场大火对常山是一场灾难。周秀丽当城管委主任是我给推荐的，反正她现在有什么问题，查查再说。妈，人反正会变的嘛，我总不能打她一辈子保票嘛。哎，买个家用电器才保证3、5年，我的保修期过了。哎，现在的家用电器也是终身保修了。你什么意思？这么说，你也要查我一个渎职罪？啊？哎呀，老书记，这种玩笑开不得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子敬，渎职就得查。我陈汉杰渎职了，你该怎么查怎么查，任何领导渎职的你都得查。子敬啊，你这次得好好的执行，要敢于硬碰硬。老书记，您这些话我会记住的。林市长，要不要先回家休息一下，倒倒时差？不倒了，现在常山的天呢，都快塌了。去见唐书记。好，那我们就直接去医院。去什么医院？去见唐书记吗？我忘了告诉你，唐书记他累垮了，现在正在医院打吊针呢。怎么回事？啊，林市长回来了，说是直接来见您，估计半个小时以后能赶过来。啊。到今天下午3点为止，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省有关部门领导也都陆续离开了常山。常工省长走了没有？他不是说要回省城开会吗？哦，还没有，说是晚上走。省委常委会好像明天才开。你记得提醒我啊，常工省长走的时候，我得去送送。唐书记，你这还发着高烧呢。林市长不是回来了吗？让他代表吧。不行，我就是爬也得爬过去。真得好好谢谢常工省长啊！这次要是没有他这么一位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挡在第一线，我们常山可就更惨了。
还有什么事？人大陈主任来了一个电话，派人送了份举报材料给您。陈主任，举报材料在哪儿？唐书记，不过是封匿名信，我看没陈主任强调的那么严重。既然陈主任专门派人送来，肯定有什么说的，还是拿来吧。可，唐书记，您现在这样了，真得好好歇歇啊。现在不是歇的时候啊！再说，我还死不了呢。对了，林师长，老书记陈汉杰好像已经盯上王省长了，也嚷着要查隐患。哼，是吗？是啊。这老人家又发现什么了？不知道啊，我看陈主任他最近总是不高兴的样子，可能因为他儿子的事儿。哦，哎，拿这书吧。好，小姐，这书多少钱？小孙呐，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陈主任回个电话，就说对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周秀丽的这份举报，我市委一定会慎重研究处理的。好吧，这事儿是不是也和常荣省长通个气儿？不必了。搞到常工同志面前反而不好，会把事情复杂化。叶姐你好。你好，你好。叶姐，得给你汇报个事儿啊！别汇报了，按规定办好了，就这样吧啊。叶姐，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按说啊，这件事我可以让办公室按规定处理一下，可人家齐老太非要见你一面不可，你说我这……什么齐老太？你说什么呀？叶姐，你怎么忘了？这156个死难者不都分解到全市各机关单位了吗？咱们检察院不是也分摊到一户了吗？哎呀，真该死！这事我怎么给忘了呢？陈姐，请你原谅啊！哎呦，我真是忙糊涂了。你说，咱们这户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齐老太太还有什么要求吗？总的说来还不错。齐老太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儿子媳妇儿，还有一个孙子，一家3口全都烧死了。你说这精神打击有多大呀？齐老太太没有埋怨咱们政府一句呀，更没有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人家就提出来要见你叶检一面。你说我这分到咱检察院的这一户，竟然就死了3个。是啊，对人家的要求，你说我怎么能够推辞呢？这样吧，通知一下，案件的碰头会推迟一下，现在马上去见齐老太太。好，走吧。走。唐书记，哎呦，永强！哎呀，唐书记，这段日子让您受苦了啊！什么话呀？啊，唐书记，这是我给您带的。哎，谢谢。哎呀，永强，到底是提前从美国回来了，
有这么一点同志家兄弟的意思。哎呀，对不起啊，唐书记，让您一个人顶雷了啊！知道就行了。邓霞，这几天市里的同志可惨透了。从中央到省里，一批一批来人，一次一次的批评，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啊！来，走。好。这么大的事故，伤亡这么多，哎，也可以想象啊。怎么样，唐书记？不然在医院住一阵子，我来将功赎罪。亏你想得出来，这个时候我敢住院啊！有一口气，你就得盯在岗位上。可贵啊，唐书记，您这精神太可贵了。就凭这一点，我得跟您好好学。不过，唐书记，我这可不是有意回避啊。要不是为了坑口电站的事儿，我可以提前3天回来的。这我知道。其实，你回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主要是善后工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来也不过是跟着一块挨骂。火灾要处理，今后的日子也还得过。想透了，也就理智了。招商引资是大事，好在长工省长也支持。为了庆祝小孙子10岁生日，他们才碰上了这场大祸呀。小孙子的死亡照片已经洗出来了，就挂在咱们物证室，我去看过了。物证编号是0211，真惨呐！10岁的孩子竟然烧得像只叫花鸡了。哎呀，唐书记啊，我真是太幸运了，能碰上一个像你这么好的领导。如果换个市委书记啊，立马让我这个市长打道回府了。我毕竟是市长嘛，头一个顶雷的应该是我。行了，你啊就别吹捧我了。说心里话，咱们都应该好好的感谢长工省长。事故以后，他一个囫囵觉都没睡，真帮咱们定了不少的事儿。面对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一次一次深刻的检讨，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还挨了省委赵书记一顿好说。不谈了，说说美国的情况。唐书记，你在家日子不好过，我在国外啊，那日子也不好过。这大火一起，各国的主要新闻媒介全报道了，对我们这次的招商活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很多情况啊，那是连我都没有想到啊。咱们川口县有个养狐狸大户叫崔百万，把一份乱七八糟的材料弄到美国去了。招商会上很多长山籍的侨胞都在问我，类似崔百万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啊，您好。齐老师，齐老师，我们叶检察长来看你来了。对，有什么要说的话，您就尽管说吧。啊？
你是检察长？对，老人家，真对不起，我来晚了。唐书记，长工同志那个狐狸政绩，可真是坑死我们了。你说人家崔百万养狐狸养得好好的，他跑去瞎关心什么呀？硬逼着人家贷款盖别墅，这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是什么呀？现在银行催着还贷款呢，他倒好，不管了。哎呀，这下子搞出国际影响来了。好了，永强，别再抱怨长工同志了，谁都不是完人，有的时候决策失误也是免不了的。话说回来了，长工同志在长山做了5年的市长，也确实做了不少大事和实事。你就是将来在法庭上起诉的公诉人。对，老人家，我们检察院的职责之一就是代表国家，对一切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分子提起公诉。具体到这个案子，因为事关重大，我也许会出庭支持公诉。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目前还在调查取证阶段，您不要太着急，好吗？是得好好的调查，好好的去取证，一个也不能放过他们。对，是的。我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这些，对那些放火使坏的家伙，一个也不能放过。还有，该对这事儿负责任的部门，该对这些负责任的那些管事儿的，都是干什么吃的啊？竟然让这大火烧成这个样子了，连个救火车都跑不进去呀！150-60人呐，都没了。我的孙子、儿子、媳妇，一家3口都没了，都没了。哎呦，都是的，是的，老人家，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犯罪分子。哎，坑口电站的资金什么时候能到位啊？按合同规定，年底以前就可以到位了。好啊，这一下子就是30个亿啊！是啊，把这个项目落实了，这趟美国你就算没白跑，这几天的雷我也算没白顶。汤书记啊，看您说的。汤书记还不止这些呢，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可以争取的项目，生态农业几个项目也都签了下来，还有5个意向，不容易啊，不容易。老大哥，先不谈这些了，您还是跟我说说513大火的事儿吧。哎，慢点啊，叶检察长，这个事儿不能说过去就过去啊，咱们得动真格的啊。这不都好几天了，这件事怎么还没查出个结果呀？要是这样下去啊，大家都要上街游行了，要向你们讨个说法啊。叶检啊，这事儿我知道，一些受害者家属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心理上承受不了，再加上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情绪上都比较激动。昨天二招那边就有几个受害者家属来找过齐老师，商量上街游行的事儿。
齐老师啊，就没有答应他们。老人家，就为这，我们也得谢谢你，政府更应该谢谢你。这把火来势凶猛啊！有些情况我在电话里都跟你说了，我现在有一种预感，搞得不好，这把火会把很多人都烧焦，其中也包括你和我。你想，死了156个人，这么大的事故，谁都推脱不掉自己身上的责任啊！游行有什么用啊？人都走了，该走的、不该走的都走了。